跨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史蒂芬·巴克斯特科幻小说《火山冰下的秘密》。我站在火星的旷野中，这里除了寒冷，还有从未有的孤独。想当初，就是费米杨谬引领我踏入科学界的，但我从未奢望能找到这个悖论的答案。曾经在地球上多年的研究都没有找到结果，但我们还期待着在火星火山古老的冰层下面找到这个问题的突破口。经过在火星上的探测研究，我们火星科考组的成员都认为火星南极有着独具一格的史诗般过往。但令人恼怒的是，我们将发现传回地球后，各类媒体却进行了歪曲事实的报道。但我们并没有气馁，仍然孜孜不倦地留守在火星探测。在火星的南极地区，火山冰层古老肮脏，污迹遍布的景象，可能我们会重新复原出火星气候变迁的历史。火星的火山的地理形态非常奇特，巨大的峡谷从中央圆丘蜿蜒延伸出来，绵延数千公里。我们在这个不毛之地考察研究，这样的探险经历是非常考验人的。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地球年长度的极地寒冬，在火星零下几十度的低温里，我们只能在基地实验室忙碌起来。我们进行样本分析，进行分类编排，借此让自己忙碌起来。因为孤独感无时不刻地侵蚀着我们，我们正在努力熬过寒冬，就像早期南极探险家沙克尔顿一样。同时，在好奇本能的驱使下，我们都在思索陷落在冰下的发现意味着什么。火山冰下的基岩是火星上最古老的。我们作业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声波雷达和主源地震学手段采集隐藏地貌的细节构造。正是这种检测方法使我们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个过程中所发现的东西完全出人意料。火山冰山地底的构图显示，这里有着一些断壁残垣的建筑物，矮墙包围的区域呈五角形和多边形建筑，在这些区域里面是方形建筑群。毫无疑问，这里发现的冰下城市是一种智慧的象征。可以肯定，它的设计布局绝不可能出自人类之手。我们不知道这些建筑的作用和目的，结论只能是有人在先人类之前就来过火星。当然，这些冰下建筑并不简单。我们推测，这些建筑代表了另外一层深意。曾经，地球基地将机器人探测器运输到了火星，在此进行了长期的考察研究。探测器在火星工作的8年期间，我们一度认为火星没有生命，且没有任何存在过生命的证据。除了永久冻土之外，火星上不会进化出任何生命。但后来，我们的科考团队在此地的进一步探测，彻底推翻了这种自以为是。留在火星火山底下的城市残骸，这无疑就证明了有外星人造访过火星，并且留下了文明的踪迹。我有一种隐秘的想法，建造那座城市的无论是谁，应该都和我们一样，差不多精疲力竭了。像我们一样，他们被到达极地的探险折磨得疲惫不堪。令人无奈的是，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证实这一点。但摆明的事实是，他们可能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拜访过火星了，可能迄今几十亿年前他们就造访了火星。这么久远的时间断层却揭示了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费米问题的谜底究竟是什么？恩里克·费米1950年问的那个举世瞩目的问题，外星人在哪里？如果地外文明存在的话，他们现在应该已经遍布每个地方，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发现他们呢？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航空技术以及物理学的发展，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已经大大的扩展了，但仍然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证明地球之外存在智慧文明。截至目前仍然如此。追溯过往，外星来者是无迹可寻的，而我们应该期望能够发现星际拜访者留下的踪迹。来自火星的城市遗迹无疑
是外星人留下的。这些星际拜访事实上更可能发生在远古年代，宇宙由大约140亿年前发生的一次大爆炸形成。宇宙爆炸之后的不断膨胀，导致温度和密度很快下降。随着温度降低、冷却，逐渐形成原子、原子核、分子，并复合成为通常的气体。气体逐渐凝聚成星云，星云进一步形成各种各样的恒星和星系，最终形成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宇宙。银河系的诞生已有大约130亿年，其中星体形成的高峰期似乎是在50亿年前，这要比太阳系的诞生早了足足30多亿年。绝大多数恒星和行星系都比我们的太阳系要古老，这可以说银河系孕育文明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而地球仅仅属于银河系后时代的产物。如果外星人在那么久远之前到达过太阳系，那么他们会拜访哪些星球呢？早期的火星比地球更适宜生命，由于体积更小，火星冷却得更快，也就能更早地孕育出生命。火星不大会成为漫游在年轻太阳系的入侵者的目标。早期的火星甚至还拥有过富含氧气的大气条件。的确，正如现在人们所知道的，我们证实了地球上原始的生命源头实际是被碰撞分离的彗星从火星上带来的。终于，我认为费米的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那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外星文明，是因为他们离开很久了，久远到几十亿年前，也许他们的世界早已枯竭。当外星文明很久以前来到太阳系的时候，并没有拜访还处于混沌状态的地球，而是拜访了相对先进的火星生物圈。至于别的，我们仍然一无所知。如今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冰山地底的冰芯，它长达几公里，一直通达基岩。我们对冰芯满怀兴致，试图得到火星冰下城市的样本。生物学家们正在激辩怎样识别生命的痕迹。但是如果外星访客像我们一样小心翼翼地实施了星际保护协议，那他们根本就不会留下关于自己种族的任何痕迹。这些想法在我脑中萦绕，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遵照任务安排去考察它，但考察期间我间歇性失眠了，只能漫无目的地从基地走出来，开始思考这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宇宙、生命、孤独、探索、灭亡。火星上的遗迹向我们揭示了，人类并不像过去认为的那样是宇宙中的唯一。我们身处的宇宙其实遍布其他生命形态和意识形态，这也就是我们总喜欢幻想外星生物的原因，因为我们不能忍受整个宇宙一直得到的都是沉默的回声。但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除了荒蛮的世界、残留的遗迹和废墟，在其他星球上我们不会找到任何生命形式。我只能把这样的想法留给自己，因为公之于众并不会被大众认可，也会进一步被媒体报道扭曲，更会打击人类日趋高涨探索宇宙的热情。火星的冬天很漫长，只有士气才能支撑大家继续走下去。我这个本应已知天命的地质学家，现在却像小男孩一样感到迷茫。在这颗围绕着太阳周而复始运动的行星上，我把这些想法抛进了冰冷无垠的太空，漫步走回人类基地温暖的大家庭中。